打碎了宫里赏的青花瓷，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滚！管家爷爷，求您别赶我走，我会劈柴做粗活，这钱我一定做工还上。首府大人，大人开恩！既是蠢笨，打发了便是，何须在府门前聒噪？二狗，3号桌那帮走镖的要添酒，把最烈的烧刀子搬去，多赚他们2两银。东街欠的账，今天必须催回来，不然明儿就带人去烧了他家的铺面。好嘞，老板娘，我这就过去。在这鸟不拉屎的边关，老娘唯一信奉的真理就是手里有现银，心里才不慌。吃娘贼的鬼天气！老板娘，上2塔酒，切5斤牛肉，冻死老子了！吃吧，裴大人，这可是你今天的口粮。过了风沙镇就是关外了，到了那儿，你连这馊饼都吃不上。这就是当年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裴晏，就是他。听说他因为推行新政得罪权贵，被判了抄家流放，惨呐！老板娘，这等惨事我难以下咽。若你能给我1帖上药和1间净室，我可以替你写一封手书。西北大营的守备曾是我的门生，凭此信，这方圆百里的军马草料生意都归你。裴大人，你不会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吧？而且西北守备上个月被你的新政连累，现在也指不定在哪条道上流放呢。之前在京城，你的一字一句确实能搅动风雨，但如今在我们风沙镇，你画的这张大饼，还不如我后院的一头猪管用。差爷，外头这暴雪眼看要封山了，而且看这犯人的状态，怕是熬不了几天。若真死在半道，上头查下来，诸位还得背个护送不利的罪责。而且他先前与我有仇，不如您行个方便，文书上您就写屠狱暴雪，犯人染恶及暴毙。这人给我留下出口恶气，哪怕后面断了气，也绝不脏了差爷的手。他本就是必死之人，不过老板娘既然和他有这等孽债，那就将他留给你解闷儿吧。寒冬腊月，这罪犯又染了恶疾，就留在这里等死吧。咱们休整一晚，明日继续启程。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刁妇，竟敢卖朝廷命官！你信不信本官有朝一日……行了，都被流放了，你就别摆姿态了。认识这个吗？是你？当年我府上那个打碎瓷瓶的粗使丫鬟，记性不错。当年裴大人说我贱婢蠢笨，打发了便是。那时我这条命，在大人眼里恐怕连个碎瓷瓶都不如。只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裴大人，你觉得如今我该怎么打发你？所以你特意是来折入我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的？报仇？裴大人，你也太高看自己了。那可是实打实的100两雪花银，我苏半夏也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虽然3年前你扫我出门，但我在府上时你也没刁难于我。加之你以前还算个好官，我看可怜你才将你买下。但在我们风沙镇，欠债还钱那也是天经地义。以后这里没有首府大人，只有我风沙客栈的长工。裴燕今日作价100两，靠劳力偿还，包吃包住，不发月钱，算账跑堂粗活全包，做满30年方可赎身。苏半夏，你做梦！吾乃大雍首辅，天子帝室，我裴燕今日就是冻死在这边关荒野，
你绝不信这等文书。冻死！你是不是想得太美好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门生故吏正忙着同你划清界限，而你的死敌全都巴不得你尸骨无存。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画押，明天开始给我端茶倒水、算账劈柴，凭你自己的本事活下去，留着你这条命去等一个翻盘的机会；要么你现在就滚出我的客栈，去维护你那可笑的清高。明早我会直接叫人去乱葬岗给你收尸，是死是活，裴大人你自己选。哟，首府大人早啊！从今天起，您要是想在边关混口热乎饭，就得学会起早贪黑，眼里有活。厨房水缸空了，井台在那边。完事大堂还有几十张桌子等着您去擦，擦完了再吃早饭。裴燕，有你这么干活的吗？你捏着抹布一脚在桌子上扫来扫去，是在给这桌子做假事。君子远庖厨，这等污秽之物本就不该沾染。况且这桌案木质低劣，油污早已渗入纹理，便是再擦，也擦不出光泽。放屁！老娘这桌子虽然没那么高贵，但开门营业前，你今天要是擦不掉上面的油，到晚上你也没饭吃。小二，死哪儿去了？给老子上2斤高粱烧，切一盘大蒜炒肥肉，越肥越好。大蒜新荤，肉食油腻，高粱烈酒更是浑浊不堪。客官面色冲红，眼生血丝，显然是肝火过旺。这些吃食都会损伤身体，不如我给你换一壶清茶，吃一碗白粥。吃娘嘴！老子花钱来你这儿吃肉，你个小白哪让老子喝清茶？你算哪根葱？应该关老子的闲事！哼，夏虫不可语冰，尔等粗鄙之人，果真不识好歹。良药苦口，我不过是好心给你提个醒。哪来的算书生？老子今天非教训教训你！胡老大，你这把刀要是敢在我的地盘上见血，老娘明天就让你那趟镖出不了风沙阵！老板娘，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新招的跑堂是个什么玩意儿？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哎呦，原来是这事儿，胡爷息怒。这小子是读了几本书读傻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这盘上好的入肉算我送您的，这顿饭给您打8折，消消气，消消气。裴燕，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来我这儿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汉子，你给他们拽什么四书五经？现在你又多欠我1盘卤肉，前厅别干了，去后院给我劈柴，劈不完100根，今晚没饭吃。真是一头倔驴。行了，别劈了，再劈下去，这斧头都要被你弄坏了。吃面。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爱吃不吃，哼！你不吃，我端去喂后院的黄狗了。苏半夏，谢谢你。但我裴燕生来就不是烧火劈柴的，即使在这满是风沙的边关，你早晚也会发现我的价值。
血封山，屠户和米商竟然在这时候联合涨价，这帮杀气刀的吸血鬼！不过是2个唯利是图的市井商贩，也值得老板娘如此愁眉苦脸。哟，首府大人有何高见？人家李一刀手里捏着全镇70%的生猪，王胖子垄断了80%的粮仓，你当这是京城那种物资充足的地方？在这里没肉没米，客栈明天就得关门喝西北风。合纵连横，分化瓦解，不过是朝堂上的低级把戏。这等商贾之流，最是重利轻义，一旦利益受损，联盟顷刻土崩瓦解。给我半日假，5时之前，我定让他们不仅乖乖降价，还要抢着把货低价送到你客栈的后厨。行，老娘就信你一回。你今天要是办成了，以后客栈的账本归你管；你要是办砸了，若是不成，我便在这客栈洗一辈子的工头。李老板，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据我所知，王胖子正在暗中联络外地的马帮，准备大量低价购入腊肉和肉干，意图趁着这机会拿下本地的猪肉市场。王老板，李一刀最近可是在大量囤积陈米，以肉换粮。这风沙镇的米价，只怕要由他说了算了。王胖子，客栈新来的伙计说你要搞肉干挤兑老子，是不是真的？放屁！他还跟我说你要囤陈米抢老子生意呢。你个亵渎的玩意儿，给老子站住！老子今天非剥了你小子的皮！我的亲血呀！关门！快关门！苏半夏，把你那长舌头的跑堂交出来！这孙子想跑来挑拨我和王胖子的兄弟感情，要我们互相下黑手。就是敢忽悠到你王爷爷头上，那小子说话拐弯抹角、文绉绉的，我听着就觉得不对。不可能，本官的连环计天衣无缝，人心贪婪，他们怎么会直接见面对账？这不合常理！老娘信了你的邪，你算计人心算计到边关屠夫头上了。两位老哥哥，息怒，息怒啊！这小子昨晚发了高烧，把脑子烧坏了。看在咱们合作多年的份上，这10两银子全当给2位老哥哥买酒买肉，压惊洗尘。裴大人，醒醒吧，这里是边关，不是京城。在京城，你算计人心，是因为那些朝权做贼心虚，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互相攀咬。但在这里，大家都只是为了吃口饱饭。李一刀和王胖子2家是儿女亲家，街坊邻居几10年，谁不知道谁底细？你那些权谋试探，在这里不好使。受教了。见鬼了，这账怎么就对不上呢？第3页第4行，进口陈酒50坛，每坛50文，也就是2两半银子。但伙计在结账时，把装酒的空坛子押金也算进去了，每只坛子2文。你在汇总时又将这笔押金重复计入，导致账面凭空多出了30文。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这账本乱的我自己都得对大半天，你刚才连算盘都没碰。大雍朝2京13省，1年的赋税账册叠起来有3间屋子那么高。本官18岁入户部，那些各州府送上来的陈年烂账摊没亏空，我只需要扫一眼便能了然。你这区一间客栈的账，对我不过是稚儿的游戏罢了。行啊，裴大人，
虽然权谋在这儿不管用，那就让老娘看看你管钱的本事。从今天起，你不用劈柴了，你升职了。这等毫无章法，连进出项都混为一统的烂账，若放在户部，做账的司官早被我摘了顶戴，流放岭南了。去镇上买一堆崭新的诚心糖纸和上好的松烟末。左借右贷，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二狗，你昨日去集市买白菜花了30文，为何只记了支出的铜钱，没有记下白菜入库的斤两？若白菜在后厨烂了丢了，这中间的亏空算谁的？本来还气愤白搭了几斤猪肉，结果换个大雍朝的户部侍郎兼内阁首辅来管账，现在看简直赚大了。二狗，看到他们带的胡椒那些东西了吗？那玩意儿如果能运进关内，卖给京城的达官贵人，咱们至少能翻10倍的利润。可是老板娘，为了凑这定金，您把客栈这3年的流水全掏空了不算，连您自己的私房钱都砸进去了。这要是出点岔子，咱们客栈可就倾家荡产了。呸呸呸！乌鸦嘴！只要今天把合约一签，再找车马行把货一拉，老娘明天就是这凉州城的首富。哎呦，苏老板娘，听说你要吞下西域商队的那批货，胃口挺大呀，也不怕撑破了你这小娘友的肚子。钱老板这说的是哪里话？这西域商队既然到了风沙镇，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各凭本事吃饭罢了。哈哈哈哈，各凭本事，行啊。不过苏老板，我得给你提个醒。如今镇上所有的马车行、脚夫，甚至连推独轮车的苦力，都已经在昨晚和老子的商会签了死契。这个月哪怕是一条狗，没我前2个门的点头，也别想拉一根毛出风沙镇。你就算交了定钱又怎样？没有人帮你运进关内。大雪马上封山，到时香料受潮，毛毯发霉。你那5000两白银的定金，怕是要血本无归了。但你要是现在答应分我一半，我倒是能帮你想想办法。钱破皮，你别欺人太甚！以势压人，釜底抽薪，这等手段倒是有几分京中幕僚的做派，只可惜手段太糙，破绽百出，愚蠢至极。你个臭算账的，算什么东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信不信老子连你一块剁了？老板娘，狗咬了人，打死不过是脏了自己的手。若是让狗连骨头都吃不上，那才叫惩罚。你有办法？他买断了全镇的车马，我们连头驴都租不到。钱老板既然垄断了风沙镇的民用车马，那我们就不用本地的驻马。老板娘，你可知大雍朝每年入冬前有多少辆运送军粮和御寒冬衣的辎重车来到边关？大概数以万计。不错，数万辆辎重车卸下粮草后，全都是空驶回京，沿途还要白白消耗朝廷的草料。若我们以风沙客栈的名义设立边贸物流拼车驿，不仅能将这批西域货物安然无恙地运回关内，速度甚至比你那些劣等驽马快上1倍。你疯了！你竟敢私用军车，这是要杀头的大罪！我去县衙告你们谋反！蠢货！大雍律例第312条，边关军户若遇空歇，为补军需续军力，可承接民用辎重。这叫军民互市，沿途补给，连兵部尚书都不敢说这是死罪。你一个下九流的商贾，也敢妄言大雍律法？我怎么不知道大雍朝还有这么一条冷门的律法？不仅如此，我们不仅要自己赚钱，还要将这批西域货物的定金拆分成100股，向风沙镇所有被你欺压过的中小商贩开放入股，共享物流，同分利润。我出100两入股，猪肉卖铁出50两，给我砸！把这家店给我砸了！
半夏的客栈，还不是你能碰瓷的！滚出我的地盘！苏半夏，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这男人有点该死的好看。哟，裴账房，没看出来啊？你这成天舞文弄墨的首府大人，马术倒是不错，我还以为你会颠得吐酸水呢。君子6义里，御马射箭乃是基本功。本官当年在皇家西山猎场，也曾一箭双雕，拔得过头筹。倒是老板娘这头黑骡子，走起来左摇右晃，颇有几分市井醉汉的神韵。再敢侮辱我的骡子，扣你这个月3文钱工钱！停！传令下去，让车队全停下。怎么了？车轴断了。风里有集中的马骚味和铁锈味，这马粪内里还是温热的，说明刚拉下不久。加上此处高坡杂草丛生，却连一只飞鸟都没有。四周有埋伏，立刻让辎重车首尾相连，结圆阵防御。抢了这匹肥羊！不好，是马匪！大家快跑啊！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这些辎重车乃朝廷军户财产，按大庸军律，丢失军需者连坐9族。你们现在跑了，你们的妻儿老小全都要下大狱。把车推过来，首尾相连，拆开堵住车轮缝隙，防流矢。后厨的人把我们带的西域胡椒粉和粗盐全部搬出来，站在高处，顺风扬出去。结圆阵，堵车轮。废物！一群废物！给我冲过去，杀了那个穿红袄的女掌柜！货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小心！躲在车底，别出来！敢动我的人，敢动我好不容易才拐到手的极品账房，敢动老子的财神爷！天杀的钱铺皮，老娘今天跟你们拼了！引火！你说你逞什么英雄？那刀要是再偏半寸，你这只打算盘的手就彻底废了。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老板娘若是死了，谁还给我发每个月那300文的工钱？少贫嘴！你可是签了客栈一辈子的跑堂契约，欠我的银子还没还清，敢死试试看！苏半夏，我之前在京城看过天下最华丽的看舆图，我曾以为这世间的百姓不过是奏折上一个个冰冷枯燥的数字，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这人世的精彩不在那冰冷的朝堂，而是在这风沙漫天的边关，在这斤斤计较的客栈，在老板娘那把铜算盘里。你脑子被马匪砍坏了吧？说什么胡话呢？包扎好了，你赶紧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去交货，老娘去茶叶。完了，老娘平时精打细算，1文钱都要掰成2瓣花，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可这次，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连人带心都要被这个落魄腹黑的首府给彻底套牢了？落马坡血战后，我们顺利入关。西域的极品香料羊毛毡遭疯抢，短短1个月，客栈暴赚。我不仅还清入股商户的本金，还分了3倍的红利。苏半夏这个名字成了风沙镇的财神爷。裴丈堂这姿色，当个打算盘的确实屈才了。要不我明儿在门外立个牌子，看你一眼收2文钱，客栈的营收至少还能再翻2成。老板娘若是缺钱，本官倒是有个来钱更快的法子。你去县衙告我，以我的身价，至少赏银500两，刚好够你再开2家分店。闭上你的乌鸦嘴！告你我不是也跑不掉。再说了，现在我哪舍得？哎呦，今天刮的是什么风？竟然把赵将军给吹来了！快请上座，二狗，赶紧把后院那2坛20年的状元红搬出来，给将军接风洗尘。Yes！ 少跟老子套近乎！苏半夏，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背着朝廷干那掉脑袋的勾当！赵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啊？小店可是正经买卖，每个月的商税都按时奏到县衙。呸！正经买卖！你利用军中辎重运送私货，还大肆接纳西域商队，谁不知道西域现在跟咱们大庸关系紧张？你分明就是勾结外邦的奸细！勾结外邦！将军明鉴，军车拉货那是朝廷律法明文允许的居民护士，我们客栈上下全都是清清白的良民，哪有什么情报兵器？将军若是不信，小女子愿出3000两布，5000两白银，请将军细查。查账，老子当然要查！来人，封杀客栈老板娘苏半夏，勾结外邦，意图谋反，罪无可恕，将此女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赵萧，你这是明抢，你凭什么抓我？我要去告御状！哼，告御状，在这边关，老子的剑就是王法。怪只怪你这客栈太肥了，肥的老子不宰了你，晚上都睡不着觉。把你们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穷酸账房也敢挡老子的路！来人，把他给我就地正法！住手！裴燕，你疯了吗？你是朝廷流放的死犯，一旦闹大，谁都跑不了。别让我当初白救你！你别管我，他们哪怕为了钱，也暂时不会杀我。你留着命，回头如果真想到了办法，再来救我。苏半夏，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被当作死囚带走。算老娘倒霉，就当这几个月的工钱白给你发了。我跟你走，客栈是我的，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这客栈里其他人都是雇来的伙计，不知情，放他们一条生路。哼，带走！那个高高在上，将天下视为棋盘的大庸首辅，彻底苏醒了。完了，全完了！老板娘进了死牢，客栈也毁了，咱们连这月的工钱都没拿到，全得喝西北风去啊！闭嘴！他死不了。裴账房，您这是要干嘛？那可是带兵的将军啊，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斗啊？拿什么斗？区区一个边防游击将军，在这芝麻大的边镇当了几天土皇帝，就真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了？大庸律例，边军倒卖军粮，按律当斩。这赵萧过去3年，每月以损耗为名贪墨驻军粮草3000支，更不必说他去年秋天跟鞑子打仗，谎报军情，用平民的脑袋杀粮冒功。您怎么知道这些的？本官曾执掌户部，
天下兵马钱粮的账本都在我脑子里，他赵萧的那些烂账，我来边关的第2天，翻看上回的进出项式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张麻子，你以前走过镖，脚程最快，最熟悉边关的地形，拿去马厩挑一匹最好的快马，交到凉州巡抚刘德大的书案上。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告诉他赵萧贪墨军粮的铁证都在里面。可尊长，万一他跟赵萧是一伙的，把您交出去领赏怎么办？他不敢。你转告刘德，就说我裴彦问他，弘治17年凉州大旱，朝廷拨下的那80万两赈灾银，他究竟吞了多少？账本的原本现在藏在何处？本官的脑子里还记得一清二楚。告诉他，若他今晚子时之前不带兵来把风沙镇的大牢围了，明日一早，那份足以将他刘氏一族凌迟处死的赈灾烂账就会出现在京城御史台的案头上。他不来救人，明年春天抄他刘德满门的就是京城的锦衣卫。苏半夏呀，苏半夏，你这辈子精打细算，连买根葱都要跟小贩讨价还价半天，没想到最后做的一笔亏本买卖，竟然是为了保一个打算盘的男人。苏老板娘，这死牢的滋味如何？是不是比你那风沙客栈烧得滚烫的火炕冷多了？苏半夏，你也别硬撑了，将军宽宏大量，只要你在这些转让契约和认罪书上画个押，将军便做主留你个全尸，免得你这娇滴滴的身子受这死牢里的皮肉之苦。呸！想吞我的客栈，想拿我的银子，做你的春秋大梦，老娘就算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贱人，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给我上夹板！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老子的手段硬？裴燕，看来老娘今天是等不到你来救我了。给我夹！不好了，将军，不好了！外面被大军包围了，全是重甲兵，连弓弩手都上了屋顶，把死牢围得水泄无通啊！放肆！在这凉州地界，谁敢包围本将军的大牢？是哪个不长眼的？要造反吗？是我这不长眼的凉州巡抚带来的兵马。赵萧，你想死，别拉着本官陪你一起诛九族啊！巡抚大人，您怎么跑到这偏僻的边镇来了？下官这就给您接风。接风！来人，把这个贪墨军粮、意图谋反的逆贼赵萧，连同他的同党，给本官拿下！大人冤枉啊！下官对朝廷忠心耿耿，您为何突然拿我呀？你们退下，守住牢门，任何人不得靠近。裴公子，下官接到您的信，昼夜驰援，总算是没误了您的事儿。您看这赵萧该如何发落？堂堂正二品的封疆大院，竟然给一个客栈打算盘的穷酸账房作揖！你到底是谁？刘大人，这就是你治下的好官。谁若弄疼他一分，我就要在谁的账本上狠狠记上一笔。老板娘，我来晚了。裴账房，你这信到底写了啥？巡抚大人怎么跟见了鬼一样？
赵萧，弘治18年你贪没粮草3000担，弘治19年你杀良冒功200首级，这账你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个印记，我在地诏上见过无数次，那是内阁首辅的私印。你是裴？多情。刘大人，这意图谋反的戏码，想必你很擅长收尾。明日午时，若我在客栈听不到赵萧暴毙死牢的消息，你的那本账册就会出现在京城。下官明白，下官定将此事办得滴水不漏，绝不留半点后患。公子慢走。老板娘，客栈的账还没算完，我们回家。这场地牢惊变3日就传遍了凉州，赵萧与钱包皮被判秋后问斩，巡抚刘德为向咱们这位首辅表忠心，连夜将查抄的现银地契全数送回。我的个乖乖，这哪是银子啊，这分明是催命符啊！裴燕，咱们这回祸闯大了。当年解差在流放文书上可是写了你染恶疾暴毙，如果让刘巡抚这个老狐狸反应过来，他肯定把你还活着的消息捅到京城去。要是让皇上知道你欺君假死，这客栈里的人全得跟着掉脑袋。你以为我那日动用私意，仅仅是一时冲动？我裴燕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京城中陷害我的那一党，早在半月前就因为分赃不均开始狗咬狗了。我算准了时机，才借刘德的折子向皇上递了台阶。我把天下的局都算活了，唯独你这笔账我算不清。落马坡，你为我抡起算盘挡道，死牢之中你以命相搏。老板娘，你用几斤猪肉和1碗面救下我的命，现在你别想这么轻易的和我撇清关系。圣旨到，大雍前内阁首辅裴彦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月凉州巡抚刘德密奏，方知卿未允于塞外风雪，然实乃天佑大忧。念卿奸党治国，立才有功，特许卿之冤屈，官复原职。这锦衣卫护送即刻启程回京，主持大局，钦此。臣领旨谢恩。首辅大人，皇上看到刘巡抚的格子，知道您还在世，可是喜极而泣。现在朝堂上的账烂成了一锅粥，就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局呢。咱们这就启程吧。恭喜裴大人，沉冤得雪，死而复生。您赶紧回京做您的高官，我留在边关赚我的银子。山高水长，裴大人一路顺风。大人，时辰不早了，一个边关下贱的商户女也配跟首辅大人搭话？回京可以，但本官要带我的夫人一同入京。谁是你夫人？如今你官复原职，而我只是这关外驿站的小老板，我可不想将来被别人议论。有我在，我看他们谁敢！苏半夏，你这把算盘只能算我裴燕的账，而京城那盘烂账，我一个人算不过来。跟我走吧，我要让天下人看看，我裴燕这辈子认定的当家主母，究竟是何等的光芒万丈。